他们知道，即使在这下方极其的危险，他们也都必须保持冷静，才能在这场寻宝中笑到最后。终于，金色的光点汇聚成一片光的海洋，一股强大的力量波动从深渊底部传来。郭九牧和东魂互相对视，眼中充满了期待与坚定之色。他们知道，属于他们的神物就在前方，而后面紧跟而来的丹神塔以及阴阳殿的众人也是来到了深不见底的沟壑上空，望着下方那黑暗般的世界，心中都是升起了一阵阵心悸魂歌。应该已经下去了，我们也下去吧。此时，阴阳殿的人目光直勾勾地盯着下方深不见底的巨大沟壑。难道大师兄应该也在下面了？我们也抓紧下去赶来的丹神塔。一众人感应到这下方有大师兄的一丝神魂气息，便是肯定的到他们几人点点头，也没有任何的犹豫。虽然这下方给人一种非常恐惧之感，可是为了能够让他们的神蛟以及大师兄能够夺得其中的神物，都硬着头魄直接跳入了这其中的巨大沟壑之中。然而就在此时，在沟壑的深处，一片被灾难摧毁的废墟中，郭九牧和东魂踏着瓦砾与尘土，步步艰难的前行。天空阴沉，乌云密布，仿佛连天神也在哀悼这片曾经繁华的土地。他们的脚步在沉寂中敲响，每一步都似乎能够唤醒大地深处沉睡的记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原始而精纯浓郁的力量，如同古老神话中的遗存。神秘且危险，两人的眼神警惕，手中的武器紧握，准备迎接未知的危险。随着他们深入，一股更加强烈的震动自地底传来，土壤开始轻微的颤动，仿佛有什么东西即将破土而出。突然，地面裂开了一道巨大的裂缝，从其中伸出了一个金色的巨臂，它的表面刻满了复杂的纹路，散发出耀眼的光芒。紧接着，他们又是目睹了一个漆黑的法相被金色巨臂紧紧抓住，其脖子上的力度显示出金色手臂的强大和冷酷。郭九牧和东魂对视一眼，喉咙无意识地咽了咽口水，眼中都是难以置信和震惊。他们从未见过如此景象，那金色巨臂的力量之强大，几乎让他们喘不过气来。他们本能地试图保持一些距离，但那股力量却如同无形的波浪，将周围的一切都推向远方。金色巨臂的动作缓慢而充满恐怖的压迫感，仿佛是在展示它的绝对控制力。漆黑的法相仿佛在金色巨臂中挣扎，却无法摆脱。他的表情中透露出一丝痛苦和不甘，而金色巨臂仿佛在享受这场游戏，丝毫不急于结束这场猎物的挣扎。一般郭九牧和东魂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无力，在这股力量面前，他们就像是蝼蚁一般微不足道。但是他们敢肯定的是，这金色巨臂应该就是大咒神物无疑了。可是他们也从来没见过没听过有是什么大咒神物是一只巨臂的，这还不是他们所也好考虑的重要性。他们此刻的目光被那道漆黑的法相所吸引，如果这金色巨臂是神物，那么这个漆黑法相又是什么？东魂兄，你知道这座法相是什么吗？郭九牧对着一旁的东魂问道，毕竟对方乃是拥有古老底蕴的阴阳殿，至于一些罕见之物，应该想必也会知晓一些吧。被郭九牧这么一问，东魂也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安静了片刻之后才缓缓道，从这道漆黑的法相上看，并无法知晓这是什么来历，但我总感觉这法相不是什么好物，更像是邪物。邪物？郭九牧听到是邪物，也立马更加警惕了一些起来。关于邪物，他可是之前在丹神塔有目共睹的，当时就算是内塔之主都无法战胜那道同样是邪灵之物的东西。如果他们在这里真的遇上了这样的邪物，恐怕任何人都得陨落在这里。他们慢慢的靠近漆黑法相和金色巨臂时，这两个物体竟是有着微微的闪烁光芒从中迸发。随着他们愈发的靠近，那两样之物上的光芒就会愈加的浓郁几分，特别是金色巨臂上的光芒加快的闪烁起来，仿佛在告诉他们二人不要靠近这里。东魂兄，不对劲，我感到一股不安的情绪，仿佛像是走进了什么圈套。一直很谨慎的郭九牧便是发现了这一点，他的感知极其的敏感，但是也不确定是哪里有问题，总感觉这一切有些太过顺利，仿佛在引导着他们来此一般。但东魂却是与郭九牧有些不同的想法，他张开嘴巴，眼睛突然露出一道金芒，紧紧地盯着那只金色巨臂，迈着步伐缓缓地靠近郭九牧。见状神色一变，刚刚那一股不安更甚起来，立马对着东魂大喊道，东魂兄，快回来，这是一个圈套。然而郭九牧怎么也不知道，此时的东魂已经被金色巨擘所散发出来的原始力量所吸引，这东西绝对是一件神物，只要将其获得，那么他就有了与九重天位神巅峰对抗的资格。并且那道漆黑的法相身躯上也散发出微弱的黑芒，随着黑芒的闪烁，同时释放出一股无形的邪物力量，进入到了东魂的体内。瞬间，东魂的身躯诡异了起来。身为九重天位神后期的他也察觉到了异样，立马催动神元之气，准备将体内的邪物力量逼出体外。可是就算要他再如何努力，都于事无补，仿佛那邪物力量能够免疫神元之气一般。他的身躯开始后退了几步，然后又朝着漆黑法相这边快速地走了几步过去，感觉自己的神体被什么操控了一样，不受控制。他只感到头痛欲裂，仿佛要炸开了一般。下一刻，东魂的双眼竟是变成了暗红色，喉咙间发出低吼的魔声，把这巨臂给我破开，这样我便能够复活了。
哈哈哈！一道魔音传入东魂的脑海中，这一道魔音仿佛只有东魂听得见，而站在不远处的郭九木并没有听到这一道魔音。他现在对着东魂大喊，让其清醒，不要再靠近那里。但东魂根本就没有听到似的，还在不断的朝着漆黑的法相靠近。对，再近一点，再走近一点，你就能获得神物了。哈哈哈！这道魔音再次抛出了诱惑橄榄枝，随着这话一出，那东魂的意识立马消失不见，直接被那股邪物力量彻底的控制，占据了他的整个神识。神物是我的，神物是我的。东魂的双眼变成了暗红色，嘴中一直重复着这几个字，犹如傀儡一般。不远处的郭九木看见那只金色巨臂上快速的闪烁着光芒，仿佛是看懂了他的意思，这意思就是让他们不要靠近那里。东魂兄，快离开那里，你再靠近，这里恐怕会发生巨大的变故了。一声声叫喊声传荡在这片废墟之地，可是就是唯独东魂无法听见他的话，依旧朝着漆黑法相走去，一脸凝重之色在郭九木的脸上不断的涌现。如果再这样下去，恐怕一切都完了，他们都得交代在这里。以为九重天位神后期的东魂都能够瞬间被这里的邪物力量所控制，那么对方的力量恐怕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怖层次。五行幻灵，见叫喊没有任何的作用，郭九木也直接选择出手阻止东魂。在前进金木水火土5道元素浮现在他的周身，一双手臂也是快速的结印，强大的奇妙的五行元素开始再度融合。随后便是在郭九木的身后出现了一道六芒星，在这六芒星中散发出无比可怕的五行之力，能够克制天下万物的力量一般。东魂兄，对不住了，只能用这一招将你拉回来。话落，郭九木便是立马将身后的六芒星催动，朝着东魂之处洞穿而去。随着移动间，六芒星的体积也是逐渐的变大起来，将周围的所有力量都压制而下。任何力量在这充满着五行之力的六芒星之下都无法逃脱开去。巨大的六芒星犹如是一道神法一般，散发出恐怖的气息，然后与东魂的距离急速拉近。然而就在此时，却是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故，因为那位犹如是雕像的漆黑法相，他的一双眼睛竟然动了一下，然后从中迸发出一道暗红色的光线，光线所过之处，任何能量物体都会被顷刻间消灭。这一道暗红色的光线仿佛是来自大宙深处的那股暗黑能量体一般，无比的恐怖至极，可算是九重天位神在这道暗红色的光线面前都仿佛是极其微小的存在一般，甚至隔着较远的距离，郭九木的神体都感到一丝痛楚，感觉皮肤都要被撕裂开一般。然而这道暗红色光线如同利刃划破苍穹，猛地劈向六芒星，那星宿图腾在触碰红线的刹那，似被无形之力撕扯，震颤着摇摆不定其中的五行之力，在这神秘力量的冲击下，仿佛被一一分解，化为缥缈尘埃。郭九木目瞪口呆，眼前的景象已经超乎了他的想象。他本以为能够将东魂拉回来，却未料到这诡异而强大的邪物力量六芒星开始逐渐的崩溃，伴随着破碎的响声，如同玻璃碎裂，星光消散，那暗红色的光线愈发深沉，仿佛能吞噬一切光明，其内蕴藏的力量让郭九木脸色骤变，心中的恐慌如同野草般蔓延他深知。面对这样的恐怖力量，即便是自己施展出全部的力量以及底牌，也都难以预料最后的结果。在这片废墟的天地间，气氛变得格外的沉重，仿佛连呼吸都能引动一场灾难的序幕。郭九木紧紧地握起拳头，眼神中闪烁着坚定与不屈之色。他知道无论前方是何种恐怖，只有迎难而上方能寻得一线生机。如果就这样放弃的话，那么绝对是对于他来说是一场死路一条。这就怪这阴阳殿的神交东魂心智不坚定，这么快就被邪物力量入侵体内，甚至被对方被彻底的占据了他的神识。在这绝望与希望并存的时刻，郭九木的身体里涌动着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那是对生存的渴望，对自己的一道信念，坚信自己可以化解眼前的这一场变故危机。虽然郭九木心中不惧对方，但如果上去硬拼，肯定不是刚刚那股力量的对手。那道力量能够分解他的五行之力，那么想到其实力至少都达到了九重天位神巅峰之上，深知若是真的与这股力量硬拼，恐怕连逃命的机会都没有。他也不会真的傻到上去送死。既然那东魂心智那么不稳，那就让他付出一点代价吧，自己也只能暂时离开此处了。就在郭九木准备快速的离开之时，东魂的身影竟是带着一丝重音传了出来。九木兄，你这是要去哪里呀？顺着声音望去，郭九木的眼神中倒映出东魂此刻诡异的一幕画面。现在的他身上皆是散发出一股邪物力量，一道道黑气缠绕他的周身，使得他的气息变得强大的诡异强大起来。东魂兄，你……郭九木看到如此诡异气息的东魂，说话都变得滋滋语语起来，因为现在他感觉到东魂已经不是之前那个东魂，可是被邪物力量入侵后的邪物东魂。九木兄，我们之前说好这件神物以实力最强者获得吗？那么现在我们就拿出真正的实力，看看究竟是你还是我能够成为最后的胜利者。还没等郭九木反应，东魂便是率先出手，他的一双暗红色眼睛中爆发恐怖的气息，牢牢地将郭九木的气息锁定。东魂站在荒废的古战场上，双目如电，
手指翻飞间，周身弥漫着神秘的阴阳之力，阴阳无极。随着这4字的吐出，他身体周围的气流骤然暴动，仿佛要撕裂天地，阴阳之力在他手中化为一幅幅灵动的太极图案，旋转在虚空中，散发着深邃的光华。但这些图案并不完整，因为其中还夹杂着团团缭绕的黑气，它们如同活物一般蠕动着，贪婪地吞噬着四周的一切。这道黑气中透出丝丝恐怖，使得整个场景显得诡异而又危险。